从前有个渔村，村里有2个最有名的老渔民，留下了2件传家宝。第一件宝，麦吉尔的老渔网。这张网其貌不扬，但有一个神奇的特性，它永远在海里。老麦吉尔的遗嘱只有一句话：孩子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每天都要用它撒网1次，然后把网留在海里。他的后代照做了。奇怪的是，有些天捞到很多鱼牛市，有些天只捞到小鱼熊市，但因为他们从不缺席，长期下来，他们家的渔获总是全村最稳定、最多的。他们从不预测天气，只是信任系统，用持续的行动捕获了整个季节的平均渔获。第二件宝，葛拉汉的神奇鱼篓。这个鱼篓平常看起来没什么特别，但老格雷厄姆的遗嘱是，只有当市场鱼价跌到谷底，所有渔夫都在抛售时，才能拿出这个篓去装满最肥美的鱼。他的后代一开始就不懂，直到有一年风暴连绵，没人敢出海，鱼价跌得比贝壳便宜。他们想起祖训，鼓起勇气，带着神奇鱼篓出海，用极低的价钱买进了大量上等好鱼。风暴过后，鱼价回升，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厚回报。这2件传家宝让人感到冲突与困惑。村里的年轻人拿到了这2件传家宝，陷入了困惑中。如果我只用旧渔网当鱼价便宜时，我会觉得自己的网捞得不够多，浪费了机会。如果我只用神奇鱼篓，我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无所事事，空等那个完美时机，错过无数个平常但也能丰收的日子。到底该怎么办？是把钱精力平分给2件事吗？最聪明的渔夫想通了，他制定了这样一个绝不失败的日常计划。1. 核心工作日常3餐，雷打不动。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用麦基尔的老渔网出海，这是他家的主食，保证他永远不饿肚子。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金钱都投入在这里。2. 惊喜，准备年度盛宴，伺机而动。他把平时存下的一小部分私人金钱，例如每年省下来的盛宴基金，专门留给葛拉汉的神奇鱼篓。他不再焦虑何时能用上它，他照常进行他的核心工作，只是偶尔会看一眼鱼市场的价格。只有当市场真的陷入恐慌，鱼价贱如泥土时，他才会微微一笑，拿出那个积攒已久的盛宴基金，从容地掏出神奇鱼篓，出去大肆采购一番。故事的启示：你的旧渔网等于定期定额买进大盘指数 ETF 如0050 VOO， 这是你的主食，也是你财富的身体，必须保证它会持续进行，投入你绝大部分的资金。你的神奇鱼篓等于一笔闲置的机会资金，这是你的盛宴，也是你财富的惊喜，只占用你一小部分资金，例如 10% 到 20%。 当大盘本益比真的来到极端低点，例如小于15时，就用这笔钱单笔加码买同样的指数 ETF。 这样一来，你永远不会错失市场的长期成长，因为你一直在用渔网。同时，你也为自己保留了在市场恐慌时捡便宜的快乐和机会，因为你准备好了鱼篓。你不再是那个要么全勤要么全等的纠结渔夫，而是成了一个日常有收入偶尔有惊喜的智慧富翁。怎么说比较容易，怎么做那就困难了。以上只是简略的说明，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却充满艰辛。第1章，孤独的起步。年轻的渔夫继承了2件传家宝，雄心万丈。他开始执行每日撒网的纪律。起初一切顺利，直到第1个难关来临，流言蜚语的考验。其他靠预测天气和追逐鱼群的渔夫接连丰收。他们嘲笑他，看那个傻子，今天风向这么差，他居然还去撒网。我昨天在东边捞到1网大鱼，你还在这里死守，真是死脑筋。看着别人满载而归，再看看自己网里零星的小鱼，年轻渔夫的心动摇了。我的方法真的对吗？深夜，他看着那张平凡无奇的渔网，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但他想起了老麦基尔的话，信任你的系统，而非眼前的喧嚣。他咬紧牙关，第2天依然在黎明时分走向那艘属于自己的船。第2章，风暴的洗礼。考验接踵而至，一场数十年未遇的超级风暴，市场大崩盘来袭。狂风暴雨中，他的船剧烈摇晃。他看到不远处
那些曾经嘲笑他的渔夫的船，因为结构单薄压住单一产业或个股，在风浪中支离破碎。恐惧攫住了他的心，他的压舱石虽然稳住了船，但巨大的浪头还是几乎将他吞噬。他缩在船舱里，紧紧抓着船舵，内心充满了恐惧与孤独。那笔准备用来买神奇鱼篓的盛宴基金，此刻感觉如此烫手，他根本不敢动用。这时他想起了老葛拉汉的教诲，市场先生是你的仆人，而非你的向导。现在正是他极度沮丧的时刻。风暴稍歇的间隙，他做了一个这辈子最勇敢的决定，他没有弃船逃跑，而是带着他的盛宴基金冲向码头，在所有人都在抛售渔货时，买入了他能买到的所有最肥美的鱼。这个决定事后被证明是传奇的一笔，但在当时需要的是超越恐惧的莫大勇气。第3章，丰收的估计与修网仪式的智慧。风暴过去，天气转晴，因为他在风暴中的勇敢，他的渔网变得异常沉重，股票部位暴涨，他的财富远远超越了同辈。新的考验又来了，自满与贪婪的考验。身边的人开始奉承他，称他为鱼神。内心的声音在说，渔网现在这么能赚钱，还要那些笨重的压舱石做什么？不如全换成渔网，赚得更快。就在他几乎要被虚荣吞噬时，他进行了第1次年度休网仪式。当他动手卖掉一部分沉甸甸的渔网，去换回更多冰冷的压舱石时，他的家人和伙伴都无法理解。你疯了吗？你再把会生金蛋的鹅杀掉。这个过程无比痛苦，是对抗自身贪婪的战争。但他心中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，我追求的不是一时的报复，而是一生的平安。我的目标不是船速多快，而是无论什么风浪，我都能平安回家。终章，智慧的传承。许多年后，当年的年轻渔夫已成满头白发的船长，他的船队不是海里最快的，但却是唯一历经所有风暴，从未沉没，也从未偏离航线的。他将孙子叫到身边，指着那张伤痕累累却坚韧无比的渔网，那个光泽温润的鱼篓，和一本写满休网日期的航海日志，说：孩子，我留给你的不是财富，而是3样真正的宝物，在众人嘲笑中坚持下去的纪律，老渔网在众人恐惧中勇敢行动的智慧，神奇鱼篓在众人贪婪时主动放弃的清醒，休网仪式，投资大海，炼金炼银，最终炼的是我们自己的心。当你通过了这些考验，你会发现最丰硕的收获不是船舱里的鱼，而是那个无论面对何种风浪都能够内心平静从容不迫的自己。当您在实践中感到辛苦时，请记得，当你被嘲笑时，你正在累积信任系统的肌肉；当你感到恐惧时，你正在学习与情绪共处的功课；当你想要贪婪时，你正在经历对抗心魔的试炼。这条路上，你每一次的坚持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，而是为了锻造一个更强大、更平静的自我。这份内在的强大，才是财务自由之路所能带给您的最无价的礼物。